这30年来男生抽烟人口大概下降一半，以前是4成到5成，现在抽烟男生大概2、3成女生一直都很少都只有3%、4%的人抽烟。结果呢，肺癌越来越多，肺腺癌越来越多，好多女生得肺腺癌，去问10个9.5个都不抽烟，也很少煮菜到底他们为什么会得？后来发现有一个东西，空气污染。去年前年有 Nature 发的论文，他整理了英国、南韩、台湾3个国家的医疗资料库，然后再去比较当地的空气污染指数，去看得肺腺癌，就发现呢这个相关性的曲线英国是这样稍微斜一点，南韩呢大概是英国的2倍斜，台湾是南韩的2倍，意思是说每单位的空气污染，英国可能只制造了1个肺腺癌，南韩制造了2个，台湾制造了4、5个。为什么啊？这就是台湾人基因的问题，代表我们的人种基因吸到空气污染特别容易基因突变，所以呢，台湾一直有一个世界第一，我们的基因突变肺腺癌是全世界最多的。这种我们不要了。对，这种真的不要。欢迎来到健康大前线，我是钱子。最近我身边有一些女性的朋友，她不抽烟，也很少下厨，可是很不幸的偏偏就得了肺腺癌。那我们现在也在想这所谓的空污，是不是有可能我们的肺癌相关的呼吸道上面的疾病跟我们的空污有关联呢？今天为您请到的专家是台北市联合医院阳明院区的胸腔内科苏一峰医师。苏医师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哇，今天见到苏医师，他是网络红人，在网络上有非常大的声量那苏医师，我刚刚那个问题是很多一般人的疑问，空污到底跟肺癌有没有关联性？空污跟肺癌绝对有关联性，因为全世界都承认无论是 WHO 或更有名的一些癌症组织都承认空气污染像 PM2.5之类的都是我们的1级致癌物1级致癌物就是不用争论，它就是造成癌症的原因，跟香烟一样的。那台湾为什么每次都争论空气污染是不是肺癌原因？其实这就是泛政治化了。不然从学术的角度来说，证明空气污染造成肺癌的论文已经多到满出来算数都数不完，证据力非常的强。那最重要的是，最近还发现，在我们的肺癌台湾有好几个第一就是最多的癌症肺癌，造成最多人死亡的癌症肺癌。第3个就是我们健保最花钱的疾病就是肺癌。我来插播一下根据2023年每一个人使用健保医疗费用的前10大疾病，第1名就是呼吸器官癌症，对，就是我们常讲肺癌、肺腺癌。然后第2名是消化器官癌症，第3名是其他呼吸道疾病，所以呼吸相关的疾病就占第1名和第3名。对，现在呼吸病已经变成台湾的国病了。以前我们都说台湾是什么洗肾或者肝病不是，现在呼吸病才是台湾的国病。台湾人越来越少人抽烟为什么呼吸病变越来越严重？其实后来发现就是空气污染。这30年来男生抽烟人口大概下降一半，本来以前是4成到5成的男生抽烟，现在抽烟男生其实越来越少，大概2、3成女生一直都很少大概都只有个位数3%、4%的人抽烟。结果呢，肺癌越来越多，肺腺癌越来越多，好多女生得肺腺癌，去问10个9.5个都不抽烟，对，也很少煮菜到底他们为什么会得？后来发现有一个东西，空气污染。我要先说，苏医师对空气污染没有任何政治立场其实我从2014年那时候就开始骂空气污染，骂政府的时候我就一直骂我就是最早提出台湾空气污染，然后还有台湾的空气污染70%来自于本土这件事的医生那时候还很多绿营人转发一直骂。后来隔2、3年了换蔡英文之后我讲这就变成禁忌。但是呢，你进得了台湾的声音，进不了全世界的声音。就像去年前年有 Nature 发的论文，他整理了英国、南韩、台湾3个国家的医疗资料库，然后再去比较当地的空气污染指数，去看得肺腺癌，就发现呢有相关性。更恐怖的就是这个相关性的曲线英国是这样稍微斜一点，南韩呢大概是英国的2倍斜，台湾是南韩的2倍。哇，意思是说每单位的空气污染，英国可能只制造了1个肺腺癌，南韩制造了2个，台湾制造了4、5个。为什么这就是台湾人基因的问题，代表我们的人种基因吸到空气污染特别容易基因突变。所以呢，台湾一直有一个世界第一，我们的基因突变肺腺癌是全世界最多的。因为这种基因突变，亚洲人比较多，欧美人很少，欧美人大概1成，亚洲人大概4成到5成，台湾6、7成台湾是所有亚洲国家第1名这种我们不要啦。对，这种真的不要。所以你身边很常听到有人没有抽烟、没有煮饭就得肺腺癌，对，因为我们就是这个基因突变肺腺癌第1名。大概女生不抽烟肺腺癌，基因突变一抓会6成到7成，非常高。后来呢，这个 Nature 研究发现跟空气污染有关系。因为台湾人的体质吸到空气污染会促进基因突变，而且呢，我们的易感性可能是其他国家2、3倍，甚至同样都是亚洲人，我们都比韩国还要强。那我们应该怎么防止因为很多人说你口罩也没用。对，最好的方法，苏医师以前就讲我们就是要改善要从公卫改善环境，
改善空气污染，因为我们现在呢火力发电越烧越多，空气污染就越来越多啊。那台湾刚好地形上有一个限制，中央山脉会造成我们的背风侧，所以呢你烧的东西呢会在那边停留，吹不散，因为没有空气流动。台湾通常在秋冬的时候，所以东风、东北风，我们的背风侧就是中南部，中南部到秋冬哦，都是红暴、紫暴，7成都自己制造空气污染。所以以前我们常会说台中气温不错啊，不太会台风，也不太会太冷太热，对。但是它的坏处就是它空气流动很慢，所以呢，台湾偏偏在台中弄了一个中火，烧到了空气污染，就变成凝滞在那里，大家一起用废发电的意思。对，所以台中当然会抗议啊，空污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解决嘛。对，因为现在政策的关系，它一时半刻 ，maybe 3年5年，我看是不可能解决中火火力全开的问题。那如果我刚好又住在台中、南投、彰化，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减少我可能让我的肺部、我的呼吸道受害，到底怎么办？真的很难，很难，因为这个都飘在空气中啊，除非你不出门，门窗关紧，家里开空气清新机。你一出门就吸空气污染。以前我很多台中病人电脑断层都有发生肺结节，他们都自嘲说台中人电脑断层就会发现肺结节，没有肺结节不是台中人。我们患者来跟我讲，不止1颗，5、6颗的都有。那肺结节不代表是癌症，但是肺结节就代表你肺部长了这个东西，追踪2年、3年、4年，突然在第4年、第5年它就开始长大，哇，有可能就变不定时炸弹。是，如果真的发现肺结节，应该要怎么处理？该不该手术？怎么追踪？其实现在民众都很怕自己去做检查，又听到有肺结节。但是你不做检查不行。肺癌呢，以前呢最大问题就是都太晚发现了，因为我们肺癌有症状的时候都已经末期了。比如像我觉得会喘的，我已经咳到死去活来了，咳嗽咳出血来了，我才想到我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检查发现肺癌，通常10之8、9都末期。所以肺癌是不能等到有症状才检查，平常就要检查的习惯。那以前发现每年照 X 光也会漏掉。因为我们的肺癌长到2公分甚至更大，然后也不能长在心脏或什么的后面，你才会 X 光看到。那有时候就漏掉啦，那长到2公分，常常都已经又来不及了。那后来呢，大概10几20年前呢，建议就是说用电脑断层，因为电脑断层可以看到0点几公分的结节啊，所以开始现在就用电脑断层筛检。后来又发明了一个电脑断层，叫低剂量电脑断层。但有些民众常常搞不清楚，常常有病人我要帮他安排电脑断层的时候，他就说会不会看不清楚？医生，我要不要花钱做低剂量电脑断层会看更清楚？这民众常常有一个迷思啊，今天刚好跟大家讲，其实电脑断层和低剂量电脑断层2个看肺部是一样好，因为我们的肺部里面是空气居多的器官，所以看肺部呢不用太多辐射就可以看清楚。但是呢，电脑断层如果要看其他东西，像肝脏啊、肚子里面的一些器官啊，或者是脖子啊这些组织肉比较多的，低剂量就看不清楚。所以低剂量它的专长是看肺部，那普通电脑断层呢，它可以帮你看肺部、脖子、肝脏、肚子一起都看清楚，但是它的坏处就是它的辐射量比较高。一次普通电脑断层的辐射量差不多200-300张 X 光，那低剂量就只有它的1/10，大概20-30张 X 光。所以民众想说辐射少一点，你又只要看肺部，那就做低剂量可以。那有时候如果你要看别的器官，那当然是做普通电脑断层会更好，就一次都可以看到好几个部位。对，所以很多人去做一个心脏冠状动脉摄影的电脑断层，那个做的就是普通电脑断层，它就是辐射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它要把你的心脏血管看清楚。但是如果你今天只要看肺部有没有结节，那低剂量就可以。那低剂量多久做一次？其实现在越来越没有正确答案了。以前我们都很保守，都说你50岁再做就好了，就后来发现40岁得癌症的一大堆。对，后来就说，如果你有家族史，第一个得到癌症的人，比如他50岁得到，那你就提前10年去做，你40岁做。那发现有时候还是有一些很早，所以现在都不太讲说你想做就做吧，你30几岁你想做就做吧。是，那到底多久？因为低剂量它还是有剂量，对，那有些人会担心对，所以是2年、3年还是5年？我们建议就是先做第一次嘛 ，OK， 第一次做完，看你的结果来决定什么时候做第2次。第一次做出来完全健康，1颗结节都没有，那这种比较没关系，你3-4年后再做第2次就好了。假如你不是高风险，像你没有抽烟也没有家族史，你甚至5年再做也没关系。但是如果你还是有在抽烟，你也有家族史，那你可以缩短到3年做。那如果发现结节，就要依照结节的大小去判断检查时间。一般我们结节大小是抓0.6公分以上开始就是有意义的结节，建议要追踪。0.6公分大概建议1年追踪，那到0.8呢，半年追踪比较安全。那如果到1公分呢，就要4个月，不要超过半年就要追踪。那当然我们还会看一些结节的形状啊，比如这个结节很像一颗弹珠啊，越圆的中间看起来越亮越密的，好排队的细胞，它感觉就是一个良性细胞。因为我们良性细胞会很认真的长成一个规则形状，但是如果看到有些雾雾的，旁边边边角角刺刺的呢，就要小心。
因为癌细胞呢常常就会长这样。大家做检查还会听到我的结节是实心或者是毛玻璃，听到毛玻璃大家心里就会毛毛的，因为有很多名人，可能是佩奇啊，或者是陈建仁啊，他们当初都是看到毛玻璃结节，后来一开就发现是肺腺癌。那为什么是毛毛的？像苏医师讲的，越乖的良性组织它会排队生长，就长成一个实心的一个东西，然后通常也长成圆的。那毛玻璃它是恶性细胞，所以它排队不整齐，它不会排得密密的，它会排得散散的，所以会变成一个毛玻璃组织。所以说，苏医师刚刚已经跟我们讲到了哦，如果你没有办法这个确定的话，那你可能就早一点去做，先做第一次看看。如果非常干净 clear， 那就可能可以稍稍放心一下。如果你又年轻又没有风险因子，那你就隔4、5年再做就好。那大家就可以自己斟酌你要多久做。像我33岁做第一次哦，因为你是相关的专科医师，那时候应该是 clear 吧？对 clear， 然后就会很放心了。对，所以提供给观众朋友这个来参考。不过刚才医师有说，我们台湾有 No.1， 就是我们非常容易这个吸到空污之后突变成肺腺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最近我们常常听到肺腺癌3个字的原因。可是有一些像是小细胞肺癌，小细胞肺癌这个是癌王。什么是小细胞肺癌？我们肺癌是一个大族群嘛，里面最常听到就肺腺癌，占6、7成，占2成的呢叫鳞状上皮癌，还有占1成的呢就叫小细胞肺癌。可是呢，它是里面最凶的，它是癌王，它生长速度非常快，如果营养充分30天就复制1倍，等于30天1变2，再30天2变4，再30天4变8，那很快耶。对，所以我最近就有一个病人，我也觉得很无奈啦。因为那病人他也是算是有警觉性的，因为他是一个抽烟或肺阻塞的伯伯。他在2023年的时候，我就建议他说你有抽烟，我们来做一下电脑断层好不好？他就做了第1次的电脑断层，那时候没事，一颗结节也没有。在2023年的时候，结果呢到2025年的中间，现在最近开始觉得喘了，算时间才1年半啊，一照 X 光。肺中心脏旁边看到一颗10公分的阴影，10公分整个右边开始积水，想说不妙，一抽水果然就发现癌细胞，小细胞肺癌。1年半前才做检查，一颗结节都没有想不到短短1年半的时间，从没有看到任何结节，长到变10公分，而且一做我发现骨头已经到处转移了。天哪，就癌末了嘛？对，已经癌末了。可是为什么会这样？是第一次在做电脑断层的时候没有发现吗？还是？对，然后后来就照这个回推嘛，因为它是会每30天就可以增长1倍，1年半嘛，等于经过18个月嘛，它增长了2的18次方。虽然现在是10公分，将近1公斤的癌症，但是呢，在1年半之前呢，它是有0.004公克这么小。所以那时候没有看到，太小了。我们的检查仪器现在目前根本无法检查0.1公分以下的癌症。所以我们应该说他的运气不是很好，对不对？对，那当然它是一个特殊情况啊，它长的就是这个小细胞肺癌。一般的肺腺癌呢，大概是120天到180天长1倍，所以呢，这个病人呢，假如他180天长1倍，那顶多呢1年半也是长2的3次方8倍而已啦。如果现在是10公分，那个时候应该起码也有2、3公分，一定看得到。是，但是它长的是小细胞肺癌。那民众也要注意的是，小细胞肺癌通常是抽烟的人比较容易长。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抽烟。对，常抽烟容易长癌症，有可能还长更麻烦的癌症。因为不抽烟的人常常长的是肺腺癌，是。那抽烟的人同样长肺癌，但是他会长比较棘手的，像小细胞肺癌，是，或这个鳞状上皮癌，这2个都比较麻烦。麻烦的地方在于他们的药都不是很有效。我们以前常常听到有人肺癌2、3年就死掉，但最近常常听到有人肺腺癌末期7、8年都还活着，是，就是一个药物的进步。现在标靶药物变多了。像前阵子有肺腺癌的一个网红啊，第4期活了10年才过世，所以代表现在的肺腺癌的药物进步，有标靶药物可以使用。不然以前没有标靶药物，肺腺癌第4期大概平均存活就是半年或者8个月。那现在呢，动不动就活2、3年，大家都遇得到。那这样也造成一个问题，肺癌变很花钱，后续要花很多钱来医治它。因为这些人用标靶药，标靶药又特别贵，比化疗还要贵，但是有效一直吃，又不能叫人家不要吃。吃，哇！所以现在肺癌变成无论是自费最花钱，健保也最花钱的癌症。所以它变成呼吸器官癌症花钱最多的。对，因为它的药物有最新、最有效标靶药，但是这些药也有专利，所以最贵。像现在最好的第3代的标靶药物，1年花下来可能100多万。100-200万，所以很多人因此家庭被拖垮。可是你也不可能放弃你心爱的家人。那有些人就申请健保，可是健保通过率又低，可能10个人去申请，只有1、2个人会过。像这样呼吸道的相关癌症变成我们的国病应该可以这样讲国病。可是最好还是不要
罹患到这个国病。对，那第一个，刚刚苏医师有讲，你不要抽烟哦，这个就是大家已经耳提面命很久，你对真的不要抽烟。那第二个，如果说你家人有人在抽烟，你吸到的二手烟也会影响。那第三个，妈妈炒菜也是我们的环境彭署长讲，是真的吗？不是啦，他就是混着讲嘛。一般我们讲空气污染都讲的是室外空气污染、环境空气污染，比如说汽车啊、机车啊。对。那我们不可能把室内这种也拿出来讲，不然我们要不要说粉刷也是一种空气污染？所以我们空气污染应该讲的是环境空气污染。而咨询的时候也是在问他环境空气污染。是。结果他突然丢出一个我们生活室内的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当然，我们妈妈炒菜也要注意。我们通常会说，你炒菜的时候要注意通风啊，抽烟机一定要打开啊，然后人少用炒的，高温的就少用高温的。如果要健康的方式，可能用低温的啊，或者用水煮的，这些都比较健康。然后有一些燃烟点，有像200度、250度、300度，开始看到微微冒烟，这时候你火就关小，这样就可以减少这种空气污染。那如果炒菜的时候戴口罩有没有效？就跟我们讲的 PM2.5无孔不入。有一点效，但是没你想的那么有帮忙，就有限了。对，有限。那戴防毒面具呢？有妈妈戴防毒面具可能太辛苦了，这样很闷，因为厨房又很热。所以最好是通风啦，我们都鼓励就是炒菜的时候一定要通风，抽烟机打开，窗户可能打开通风，这样会更好，因为你这时候的室内空污大于室外，这时候就让它流通。那等到室内好了，你还是要关起来，因为室外空污很多，燃烧啊，或者是汽车啊，或者是我们的发电啊，这些空气污染也会飘进来。是，所以呼吸道的相关的癌症哦，就是你从鼻子里面吸进去的哦，所以。我刚刚提到我们女生化妆喷香水，对，然后有一些香氛啊，像香氛蜡烛，这个我都超级爱的。我现在都有点惊惊哎，到底我应该不应该点啊？其实我们希望科都不建议，我们都觉得吸干净的空气就是最好的。有些人会吸说精油啊、放松啊，但是其实这对肺部都有潜藏性的伤害，因为我们肺部有时候会对一些无毒的东西过敏，这东西呢，它对你没有毒。但是吸到肺里面呢，肺部可能会引发过敏肺炎反应。吸了这个过敏肺炎之后，你肺部就开始发炎。以前我们有遇过好几个案例，家里吸精油啊，或者有些是计程车司机啊，车上换的那个芳香剂一换，哇，就开始一直咳嗽，后来就变成肺炎。所以这些化学物质呢，可能对身体会有一个过敏反应。你吸到肺里面之后呢，肺部呢的免疫细胞就会想要去攻击它，一攻击了之后呢，你就开始肺部会发炎。所以有些东西虽然天然的也要小心，因为有时候我们皮肤都知道嘛，皮肤也是一种免疫常常发生的地方。你有些东西明明是天然涂在手上，你还是会痒。对，那这种就是你对它过敏。那你想想看，皮肤都会痒，你吸到肺部，免疫细胞马上过去攻击。所以我们常常说自然的空气最好。因为胸腔科我们都是建议大家都不用。是正常空气，所以就尽量这个避免这些危险因子来侵害你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你看不见的肺，可是它又非常的重要。对。还有另外我要问医师哦，现在有很多人在抽这个加热烟呐、电子烟呐，我看到我很多男生的同事说，哎呀，安呢较好啦，较健康，真的吗？这个其实有问题，电子烟跟加热烟又不太一样。电子烟是用一个电子烟油嘛，那个烟油里面有一些丙二醇啊，然后再加上尼古丁，台湾都会想要加一些特别口味，木瓜口味、香蕉，对，加一些香精，然后最后呢，可能再加一些保湿剂在里面，所以里面的成分很复杂，然后再加上它的加热呢是用垫片加热，金属垫片，那金属垫片里面通常也有重金属，所以加热烟呢跟我们平常燃烧的香烟不太一样。我们平常燃烧的香烟呢，等于是一大堆的碳颗粒加上尼古丁、焦油吸进去。电子烟呢，它是加热那个烟油，那烟油里面就有那些雾化的化学成分，所以呢，这些产生的比较像是一个肺部的过敏反应，所以我们很多病人吸这个电子烟，肺部会过敏性肺炎，就像我刚才讲的吸精油一样。吸一吸呢，跟传统的不一样。传统的人抽烟都抽到10几20年，肺部才开始坏掉，因为那些碳颗粒不会引起过敏，会让你的肺慢慢坏掉。但是这种电子烟，国外了有人吸3个月，突然就呼吸衰竭因为这些东西呢，你身体会大过敏啊，你吸了一大堆进去，身体说哇，怎么哪来这么多东西？免疫细胞就启动，开始去吞噬，就更快就对。所以他们的生病形态跟香烟不一样。香烟是慢慢让你呼吸衰竭，慢慢让你得肺癌，这些可能一吸就马上过敏，就气喘，甚至严重的肺炎，然后也会得癌症，所以没有比较健康啊。对。那加热烟呢？它号称是低温燃烧这个香烟，它本质还是烟草，烟草被低温燃烧了，所以它号称碳会比较少。但是呢，它因为低温燃烧了，所以呢，它很多物质没有被烧成碳，气化了，吸了你肺也过敏。所以总结来说，抽烟还是不好啦。对，不管什么形式的烟，我们也不要比说哪一个比较健康啦。可是我现在发现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知道现在很多国中
甚至高中，对，有没有国小我不知道。有，年纪很小的小朋友都会抽电子烟，因为它没味道，爸爸妈妈师长没有发现，对，就香香的。这个很危险哦，所以这个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你可能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而且容易隐藏啊，因为它看起来就像一个 USB 随身碟而已，抽一口啊，收起来。这个东西发明的等于是提早残害我们的下一代。没错，很多国外的研究发现哦，电子烟一发明之后，反而没有办法造成戒烟，造成了更多年轻人抽烟。有些国中国小啊那些人自己抽，还卖给同学，有利可图啊。你一支电子烟卖同学卖500块，700块，你自己可以抽200-300块，等于自己也当药头啊。那整个班上抽的人好像比较吵，不抽的人好像比较逊，那搞得哇就。我们心脏科病人就越来越多，越年轻化。对，这个真的很危险的，所以这个做父母的可能要注意啊。小朋友，如果你有在看这个节目的话，提醒你不要自己残害你自己的身体。对，那政府的动作有点慢啊。对，大家可以看到地方政府都有说我们台北市就是要抓电子烟，然后后来卫福部才慢慢电子烟非法。但是其实说执法我觉得现在执法还是不够力。在路边还是常常看到有人在抽。我觉得啦，你成年人你要抽。但是小朋友这真的是不行，因为提早伤害他们的肺部，而且会伤害脑部。这些尼古丁进入到脑部会让他思考变得暴躁，不能专心课业，甚至呢会有暴力行为就提早出现。那久了就可能会增加社会负担。是，所以其实台湾很多问题都会增加社会负担。比如像你现在用肺发电，增加了很多肺癌的病人，那肺癌病人看病又花了很多健保的费用，还有他自己的钱。这些无形成本其实都从空气污染散到每个民众身上去负担啊，那也造成民众现在越来越痛苦。真的啦，这个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讲的就是这个，我们要从源头防治，才能让大家健健康康。对，我们希望也可以让这个执政者听到像这样的声音。今天非常谢谢苏一峰医师来到我们节目，也请你下个礼拜继续收看，谢谢，拜拜，拜拜。